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美国的五角大厦竟然对美国所有的制片商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你们敢跟中国叩头的话，对不起，以后五角大厦不会提供你们任何拍片的协助。如果说这个片商被五角大厦拒绝之后，他根本不用混了，因为你要拍任何的军事影片，你要动用飞机，你要动用航空母舰，你要动用任何战舰，美国五角大厦都可以配合，都可以拍出最逼真、最好看的影片。如果五角大厦没有办法支持的话，等于说你就在这一块里面完全付之阙如。而五角大厦为什么在这一次会这么明确、这么强硬的表态？这个跟捍卫战士当然有关系。我们刚刚讲到，捍卫战士当时他们等于说汤姆克鲁斯背后贴了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上面有中华民国，也就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有日本的国旗。可是当他进行预告片的时候，台湾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日本的国旗竟然被拿掉。为什么拿掉？因为你想在中国上映，就不可以有任何中华民国国旗的存在。结果经过抗议之后，一上映之后，刚刚讲的国旗、日本的国旗也都全部上去了。也就是现在对美国来讲，我现在要跟中国为敌。如果我今天支援你拍片的影片，这些军教片，你居然要去跟中国妥协，你竟然要跟中国来叩头的话，那对不起，以后咱大家产谋高罪谋牢，你不要想再得到美国五角大厦的任何协助。好，在这段你有两位来宾加入讨论，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德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走，你说，这个五角大厦的这个声明，对，是非常强硬的，而且这是一个宣示。今天我会对于电影事业，明天就会告诉所有的厂商，对，所有的企业，你只要敢跟中国叩头，对，你就得不到美国的帮助了。我们都说了，美国呢，你有两个组织是最亲中的，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好莱坞。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国防部他就对好莱坞开刀了。他开刀是什么？你看，他就直接非常强。这个 Political 的报道 ，Pentagon 就是国防部对这个电影制片者说什么 ？We won't help you if you 叩头 to China。叩头，我们不会帮你。如果你对中国叩头的话，我们就不会帮你。他可以用叩头。对，叩头这个字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18世纪的时候，这个洋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叩见皇帝那个字就变成是这会来叩头的意思，就是从那个时候有这个英文字。那这个英文字这是马戛尔尼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英文字是有点贬义，就是你就跟他对卑躬屈膝。如果你对中国卑躬屈膝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帮你这个状况。他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说，如果呢你这个影片里面来说，你有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然后配合他们宣传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帮助你。另外一个是什么？如果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如果你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审查要求的话，你要跟我讲你有没有配合中国的审查要求。所以这两个条件它加得非常严格。简单的说啦，你不能够帮中国，然后你也不能够说中国的好话，然后如果中国要求你下架什么东西，你也不能够下架。所以它就是等于是说，好，你未来好莱坞拍片的时候，你要遵守我美国的规则，我美国说了算。好，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简单的一句话，这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哇，这个所谓 Top Gun 卖得非常好，对不对？那 Top Gun 呢，为什么要卖那么好？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汤姆克鲁斯在开这个 F18的时候，哇，开起来好像真的在里面开飞机的状况啊。然后这个他提供真的飞机吗？对，提供真的飞机让你开啊。那而且美国还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它可以提供其他的飞机啊，提供航空母舰给你啊，才会票房才会这么好啊。那问题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很简单，你获得美国国防部的帮助。那美国国防部怎么帮助他？我们现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汤姆克鲁斯的这个飞行夹克后面贴的这样有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国旗嘛。就第二集原本一开始的预告片，这是预告片的时候呢，预告片你仔细看哦，它的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衣服，但是美国还有，但是这两个日本跟这个台湾已经不见了。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见呢？宝姐，因为很简单，因为第二集一开始的投资方有中国腾讯，那中国腾讯在这里面的时候，他就说，那。他刚有腾讯投资，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那你这个两个国家，他们当然觉得这个非常的尴尬嘛。那这样就没想到后来呢，可能是美国国防部跟腾讯两个互相的角力之后，后来呢，腾讯就退出，退出之后又恢复成这个样子。所以真正电影上映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可想而知。所以他们刚就已经有中美角力了。对，那可想而知，这部影片的话，在中国当然是没办法上映。但是问题是，它没有中国市场，照样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这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嘛。这个示范是什么？未来好莱坞可能都会听
国防部的话。而且你讲觉得，这只是第一步，这也是美国态度的第一步。是今天我可以对好莱坞这样讲，我明天就可以对华尔街这样讲，对，当然我可以对所有企业这样讲。今天很简单，在中美对抗的状况下，你跟我到底在哪一边？对，所以我讲最友好的两个单位，一个好莱坞，一个是这个华尔街。我相信接下来美国又会很多方法让他听命于美国。好，那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事实上我们都说了，中国有大外宣，对不对？大内宣、大外宣，央视可能很多这个媒体跟这个中国配合，对。美国其实也差不多，美国也有，美国的好莱坞呢，他们跟什么？他们要借东西啊，借器材的时候跟谁借？不好意思，他们美国每一个军种，包括陆军啊，还有什么海岸巡防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好莱坞联络办公室，就是这个，你看 U.S. Air Force Entertainment Liaison Office， 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空军的它的这个娱乐联络办公室的官方脸书，也就是说，对，你看它有这个，你看 logo 好莱坞，然后空军这样一个状况，它就是这样。那它里面，所以这是空军专门 for 好莱坞的办公室。对，那它里面它这个办公室呢是由负责公共事务的这个助理国防部也有，所以它各个军种也有所谓电影联系的办公室，然后他们提出具体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你目前为止来说啊，你只要我是电影制片，我制片我就联络，譬如说我需要海军，我就跟海军这个相关的单位；我要空军，我就跟空军的这个地方的单位去实习；我要陆军就是这样，然后递出方案之后。那你让我，我觉得 OK， 我们就可以来互相合作。他说呢，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军方已经有支持过好莱坞拍1000部，1000部包括说什么钢铁人呐、X 战警啊、变形金刚啊，还有侏罗纪公园2等等啊、3等等，连侏罗纪公园全部都有军方。而且他说，美国军方从1911年一次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如果你各种的这个军教片里面啊，或者各种战争片里面，我们都愿意跟你合作。所以就到事实上。这个目前美国军方可能某些程度就用这种好莱坞来置入很多美国的这个想法在里面。而且我看了你讲，我才知道说，原来在2战期间，对，美国军方是把好莱坞视为对啊，视为军事工业。当然，你看当时不是拍了很多种征兵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广告啊、电影灯之类。好，那你知道？军事工业，而且美国有非常多的明码标价，就是你要借可以，比如说租一台核战时的这个空中1号的这个E4B 来的空中指挥机要7.2万1个小时，然后一架 B1B 的远程轰炸机是5万块1个小时，然后一个阿帕奇空中直升机来说的话是一小时1万块，那 F-16C 来说的话是1小时1万块，那它还包括飞行员的使用费，所以那他们都有标价非常清楚，你要什么样全球鹰也是8000块。他们都有标价，那这次呢，这个汤姆克鲁斯租的是什么？他是 FA-18嘛，这个 FA-18的这个一小时租金是33万，那33万问题是合台币33万，对，合台币33万，美金大概是11000块左右。那你知道，事实上你要坐在里面。你就要接受美国的驾驶员的训练，所以汤姆·克鲁斯他其实有接受训练。每一个要拍片，如果你要坐到 F-18上面的飞机的，每一个人都要受训，所以他要经过这种训练。对，训练，但当然他们不能够开了，他们只能坐在后面啊。真正的开了还是飞行员啊，他们可能，但是他可以坐上去，对，坐在上面。问题是你拍起来就是很有那个那种所谓真实的感觉嘛，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事实上他们就坐在后方这样拍片的一个状况。所以，但是你从最后的结果看起来，他们真的是很像在里面驾驶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他因为你表现太好，他会租你什么？航空母舰他会租给你，是林肯号，他会租给你。你说连航空母舰都可以借，都租给你，而且你要这个，甚至他们办什么电影的首映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航空母舰上，对，而且还会派这个军人来当你的临演。所以如果你让这个国防部爽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他可以动用非常多资源来帮助你。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Top Gun会卖的那么好？因为这个影像真的太逼真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得到了五角大厦的支持，是看你有没有符合五角大厦的口味。对，当然你要吹捧美国嘛。所以这样的他讲什么？捍卫战士第1集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是用 F-14击落了米格机嘛？对。好，那这个画面呢？当然当时的这个状况的时候，1986年那时候，当然这很符合美国的需要嘛。对。于是呢，美国这样，他还派出所谓这个专门的飞行员来担任飞行动作的设计哦。然后他还扮演一个这个影片中的这个苏联的飞机的这个战斗员哦，而且你知道这是谁？这是美军的这个太平洋司令的威拉德海的这个上将哦。那威拉德这个海军上将哦，担任这个里面的飞行员，还帮你这个设计动作哦。等一下，美国前太平洋司令威拉德
他居然去拍过电对，影，而且还帮你设计动作，说，你这个动作不是很好看，我们帮你设计一套动作。所以呢，这就是美国就是可以帮你这样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是变形金刚2。变形金刚2的时候，因为很多这个来自外星的这个变形金刚嘛，哈，结果没想到他们用什么展示什么电磁轨道炮的这个状况，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把变形金刚里面的一个大力神击穿，结果没想到哇，美国就说你这个太好了，你在宣扬我们这个电磁炮的这个威力，就美国人就很开心，没有开心呢？你知道这个场景是什么地方吗？这什么场景？这个场景是美国的这个飞弹，新墨西哥的这个白沙导弹试验那很大的耶。对，所以他就白沙导弹中心，他最后就让你这边大决战，然后他还动用什么？你这个场面看起来很寒酸，那怎么办？我就动用 A10、F16，还有 M1A2 的坦克，全部都去，然后甚至还派很多军人去当这个临时演员，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就不一样，就是因为美国在帮你。好，那这是正面的，你配合美国国防部。然后另外有一个叫惊爆13天，这是什么？这个故事是1962年古巴的危机的时候，一架 U2 飞到古巴的时候被古巴击落。就这件事情来说，美国国防部说你拍这个要干什么？就美国国防部就说我不愿意帮你。不愿意帮你之后，那美国国防部就完全不要帮你，你要多什么都不给你。对，不给。我们讲真实的这个 U2 飞机飞行是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因为你要带一个很像是外太空的这个画面，但你看这是电影只能够做到这样，根本完全就不真实。那你看你的驾驶舱里面来说的话，你看驾驶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弄成这个样子，所以完全都是不合格。而且因为他们还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特效，所以成本大增，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怎样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然后整个画面你看起来就是很烂惨的这个感觉，因为你要模拟在这个类似外太空这样飞行 ，U2 是飞得非常高的嘛，完全都没有符合现状，所以整个票房也卖得非常糟糕。这就是你让美国国防部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理你的一个状况。U2 它是非常高空，而且它长期滞空，它要怎么讲？它要全套的。有人讲它根本就是外星人的装备，所以有一次。U2 不小心，等于说是降落在一些民间，他怎样你知道吗？那个驾驶员下来了以后，他全身这样包着，上面还有一个管子，对，他以为外星人来了。所以呢，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你看模拟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大家看的电影都不想去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好莱坞电影的这个 Top Gun 在拍的时候，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个叫 Dark Star 的那个超高音速的这个飞行器吗？这个汤姆克鲁斯去飞嘛，就没想他们就说这个后来美国国防部有跟他说，说你们呢在飞这个，因为他这一台飞机呢是模拟这个美国目前在研发中的 SR-72这个超高音速的飞机，就没想中国的卫星呢居然就动到这个地方去看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就说，美国国防部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中国军方在盯着我们在拍片啊，所以事实上中国军方也知道，你好莱坞拍片很多搞不好就是真的武器啊，所以为什么他会盯着你，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而且现在美国五角大厦，不是说我只有等于说只是无聊来的古报，对，我只是去凶我的电影制片商，说你不可以去跟中国扣头。现在连美国军方对中国都越来越凶了。对，现在米利最近又讲，他说我要让习近平每天醒来就知道。今天不是你犯台的那一天。对，没错。米利在最近的时候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解放军攻进台湾呢，进攻台湾已并非成定局。他说虽然有2027年说解放军这个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做好准备，但是他没有迹象习近平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目前为止，你看从6月为止来说，美国已经出动了54架的大型侦察机在南海这边抵近侦察然后比5月的时候46架还要增加。也就是美国现在怎么样？他就每天给你抵近侦察，每天给你抵近侦察，每天这样子，他就在这个地方这样给你水灵所以就这个，每天都来，每天都来，每天都来，然后不同架次，你看有 RC135V、RC135U， 然后 RC135S、P8A， 然后 MQ4C， 然后 EP31，你看每天不同的飞机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完全就是让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飞什么飞机来，然后它就是，而且人家就说这是美军公布了，他说实际数目都比这个更多，那为什么这样？米利说的非常清楚。他要确保习近平每天醒来都说今天还不是攻打台湾的那一天啊，而且那个决定永远不会来到。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真的是防中国要入侵台湾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董事长，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是美国五角大厦警告他的好莱坞，警告他所有的电影制片商，你如果敢跟中国扣头的话，你再也得不到美国五角大厦所有的资助。你说这是很凶很玩真的。所以就表示说，美国的片商想要卖他的影片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目前越来越成长的一个市场。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在所以这个片商在中国压力情况之下，就把这个做小动作嘛，对，就把中华民国的国旗跟着日本的国旗也改掉了嘛，就故意把它模糊化，做这种小动作哈，然后让它能够开放到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可是这种事情对中国大陆这个有特别意义吗？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它有个叫虚拟部队，虚拟部队就是由好莱坞的那些道具商来做的，做什么？我就做假大炮，我就做假坦克，我就做假飞机，我就放那边让德军来侦察，以为是假的，我弄假，那用假的来糊弄你，哎。当时美国的制片商，当时美国好莱坞的所有的道具公司是完全接受美国国防部管制的，所以表示你看，美国看起来是个民主国家，结果搞了半天，他的军人势力无所不在嘛，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好莱坞一定会配合他，因为好莱坞非配合他不可。可是他这个就变得很尴尬，因为中国的那个整个的购片的审查制度啊也非常严格。而且很不容易，那市场非常大，你一个片子一卖得好的话，就几亿人民币、10几亿人民币。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商在这个尴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妥协出来。好，宇轩，刚才讲的，现在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哎，好到让我们有点惊讶是，现在最近台湾有一个吧，我们有一个台北航空站，台北航空站居然有一个美国馆，就是美国的整个所谓的航太商、美国的军工产业多到。美国自己要设立一个馆才够了。对，宝力哥，这完全是盛况空前哦。因为我讲哦，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讲说什么？说哎呀，我们有160个厂商，那个时候就叫盛大举办了。结果今年有几个？今年竟然高达240个厂商啊！所以你看这个倍率差多少？完全差1/3。而且当中最为重点是什么？重点在于说，美国自己把自己的场馆，也就是说有一个美国馆之外，不止哦，旁边还有一项是洛克希德马丁到这个贝伊系统到这个 L3 Harris 甚至许多跟台湾从 F16 甚至到 F35相关的厂商，通通都进驻在这边，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于什么？刚好都是前一阵子大家讨论到说，美国军火商来跟台湾谈无人机合作，完完全全都是同一批厂商。那他们现在等于说，我们在航太上面，在军工产业，甚至在所谓的坦克的这种装甲产业，基本上都来了。对，所以它完全是密切合作。我来一一念给大家听好了。包括其中来了什么低轨卫星厂大家最为熟知的星链计划以及 F22战机涂料供应商 CBOL F35供应商Think Logic， 包括 F35等等，这部概念的才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台湾没有 F35，我们台湾也买不到 F35。可是你说很多 F35的供应商居然来参加这一次台北的航太展，对，所以它当然有一定的宣示意味在里面嘛。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是 F35，它是供应商是非常多的，而且还有什么？还有真的跟台湾息息相关的。我讲一个好了 ，GE 是什么？前一阵子汉翔说接到了动力零组件350亿元的大订单，谁给的？GE 给了，对，没有错。而且不只是 GE， 还包括说像是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你像这个 AeroVironment， 大家想 AeroVironment 是谁 ？AeroVironment 正是先前也有参加无人机的厂商，并且在全世界提供只有3个国家，美国、乌克兰、台湾刚好是第3个，提供什么？ Jump 20， 也就是最新形态的无人机。你说 Jump 20是他们做的？对 ，Jump 20他们做，而且好，你如果说 Jump 20这个好像有点陌生，没关系，我念一个大家绝对知道，弹簧刀，在乌克兰完全发挥战场上出奇效的弹簧刀，也是由这一家 AeroVironment 所制作的。那你说他现在提供这个 Jump 20，给我们 Jump 20的是跟弹簧刀是同一家厂商，所以它是经过实战测试过，具有可行性，并且具有在战场上得以验证的效果。而这个 Jump 20最为特别是什么 ？Jump 20是美国现在连所谓的旅级别原本是用所谓的 RQ7， 现在都要把 RQ7 替换掉，通通改为用新的 Jump 20。那你讲，哇，这个 Jump 20到底它厉害在哪里？这个 Jump 20它厉害在哪里？包括说台湾讲。沱江舰大家有没有听过？沱江级的舰别，它是小艘的舰艇，它连沱江舰都可以直接上面垂直起降因为它用的是所谓的螺旋桨，4个螺旋桨的系统，所以变成是灵活性高，而且就是 Jump 20。
对，就装功能很多。对，而且它最为特别在哪里？然后你说现在是美军已经配备给台湾了，对，美军配给台湾，而且是无偿配给台湾无偿配。对，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想说，美国是特别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台湾吗？其实也不是哦，它类似试车的概念。哎呀，今天我先把一组的装滩体提供给你台湾，你试用看看，看合不合用。如果喜欢的话，因为现在弹簧刀的订单，台湾已经准备要跟美国买了。如果要的话，我们连这个装滩体都可以卖给你。那你说，那个装滩体至于台湾真正作用在哪？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好了。过去台湾在台湾海峡如果有这个共军的舰艇在台湾海峡中巡弋的话，很麻烦呢，因为我们征收有问题，甚至要派所谓的巡航舰去附近看看它相关的状况。但未来不用了，只要透过这个装滩体，1个小时1个小时之内，直接可以立即战备整备完毕，直接起飞，并且呢，用所谓的时速差不多90公里到它附近，热像也好，监侦也好，光学侦测也好，通通都有，直接把大陆舰艇的状况全都录。经由这样子所谓侦查之后，再来判断说我是要用相对应的什么样的舰艇、什么样的飞机进行去所谓的驱离也好、监测也好，所以它等于是可以省下非常庞大的资源。所以说，我们虽然有 MQ9，可是 MQ9它是一个大范围的，这个 Jump Tempting 就等于说，在这个小范围，我可以更精准的来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战舰，到底离我们多远，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把它给击垮掉。对，没有错，而且它精准在于说，它真的又快又便宜，而且成本又低。我讲现在台湾可以使用的无人机当中，没有一款可以像这样子1个小时就起降，甚至是呢，直接从所谓的更小型的舰艇沱江舰，我刚才特别讲到沱江舰，从沱江舰都可以直接从那个地方起飞，然后而且完全不需要跑道，也不需要任何的助力，所以它等于是在 CP 值上来讲，浑然天成，优于其他的无人机非常多。好，所以刚才讲的，所以这次最神秘的是 F16、F35、雷神、爱国者飞弹这些厂商，竟然今天这次都来了。对，所以为什么要讲到说不好？你看这一次包括所有的雷神也好，大家说都有广为人知的。那你说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像是 F16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蝮蛇之盾，什么意思？它是属于一个电站干扰系统。那还有另外一款大家比较为熟知的就是所谓我们这个电站夹舱。现在 F16大家讲说 F16 改就是要装这个夹舱，分别2家厂商 L3 Harris 跟这个诺斯诺普。通通都来了，所以大家会不禁思考，这一次不只是所谓的无人机的产业，整个产业链搬到台湾展示给大家看。对于下一代战机以及台湾未来包括 F16，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到底相关升级的配备以及厂商都第一时间大团结，大家直接大拜拜来到台湾演给你看。好，so，但是我听过里面最早提出台湾要注意到了军工股。军工股会变成了一个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项目。当时当时讲，怎么可能？果然，现在军工股真的越来越成熟吗？这次台北航空展真的，我们等于说，第一个我们去巴黎航空展，我们有台湾馆。这一次台北航空展居然有一个美国馆，而且今天你做 F35的、做 F16的、做这个所有的最先进的，竟然都来台湾了。本来在美国的这个军工产业里面，就有很多是台湾的这个供应链嘛，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越来越跟台湾互相合作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讲，事实上这一次我们讲巴黎航空展的时候，汉翔不是去了吗？那其实媒体没有报道是说，因为他这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斩获了约莫是折合1亿美金左右的这个订单。那这个订单里面来说话是获得什么空巴的这个订单，它是单走到客体的。单走到客机的这个零组件的这个订单，那我们讲汉翔主要做什么？它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零组件之外，它其实很多在发动机这个里面。发动机里面来说啊，包括说像这个包括压铸件的这个轴承的部分啊，燃烧段的这个结构件啊，还有涡轮段的支撑部件等等，这些都需要非常多。其实台湾人没办法做到整机，但是里面很多特殊的这个材料、特殊的这个零组件来说，台湾是可以做的。那汉翔目前为止在国外是做得非常好。但是还有一家公司呢，其实我们比较少讲，那就是祝融。祝融这家公司就是这个祝融。祝融的董事长，对祝融，那事实上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最近的时候，刚好有国内有参访团去那边，那参访去那边的时候，他会这个董事长王坤生呢，他讲他没有未婚，然后他过一个人的生活，然后最比较有意思的是说，他不请司机自己开车，而且他们的警卫，他们门口没有请警卫。就是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亲自出来帮你开车出来，帮你按这个遥控器。他们有安全问题吗？他们公司非常非常的小，而且他们公司呢是采用所谓的师徒制，所以他们公司大概都是请当地的人。那这样，然后技术都是一代传一代的这个状况。好，那因为呢，它的毛利非常高。我们刚才不是讲了成田它其实获利很少，获利大概约莫是大概只有10几%。
但是呢，这个祝融的毛利是44%，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状况？我跟他讲，事实上这家公司非常有意思，它2001年以前呢，它是做什么？它做船的一些零组件。然后后来2001年之后，王昆生进来之后呢，他就说我们现在要朝航太去发展，就他就开始认证。他从2001年开始认证，到了2012年的时候才通过这个赛风，我们刚才讲引擎的一家公司的赛风的认证，就是法国的赛风认证之后，才开始打进空巴，才开始打进这个所谓相关的波音。所以你看，他光是认证起认证了11年的时间。那他做了很多是这种铝件啊。铝件它引进很多特别的这个制程，你知道它那个铝件呢是一体成型的铝件，然后它同时表面的这个处理太难，所以它有一部分的制程是到日本去做，然后再回来。那它铝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这个铝件你要怎么鉴定它的强弱呢？在航太产业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程叫做珠极。珠极怎么用它会用个大概约莫是好数千颗的这个钢珠哦。快速的去挤你的这个飞机，对，珠极一直不断的打强化，然后你要确定到说你这个是够强韧的，而且经过这个上千万次这个珠极之后没有问题的，这才是合格。所以我才跟你说为什么认证会那么长，因为它有很多我们平常我们一般在做产业不会看过的东西，像珠极这个东西就只有在航太产业才会出现。那也因为非常的困难，所以它的毛利才会这么的高。那它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司。不是，我们在讲说。中国的人民币喋喋不休，可是奇怪的是你是人民币管制啊，你可以管制，为什么还跌成这个样子？现在出现了，所有拿到人民币的国家都在干嘛？拼命的要把人民币给卖掉。现在俄罗斯在卖人民币，阿根廷也在卖人民币，也就是我本来想说我跟你用人民币交易没有错，我把人民币交出去了，可是拿到人民币的都要拼命卖。那这个时候人民币就大跌了，所以呢，中国真的遇到金光党啊，什么意思？大家都发现说，好像包括俄罗斯、阿根廷这些国家都愿意让你的人民币国际化，结果人家的盘算不是这样打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说，对我愿意来给你支持你的人民币国际化，但事实上他是用你的人民币拿去换美元。以他们那个普丁来讲，他们说目前为止普丁过去1年光是抛售大概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耶，然后为什么他要抛售人民币呢？45亿美元。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抛售那个45亿美元的人民币这样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最终的目的，他是要拿人民币换成美元之后，用美元拿去护盘他的卢布啊，所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从头到尾，最终他能用的还是美金，他能用美金，而且他为了美金来支撑，他从外面来支撑他自己的卢布的一个汇率所以你知道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到后来原来他们要跟你看起来是要为了你好了支持你的人民币国际化，但说到底是把你当成提款机在用啊，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的话，才能让他们自己的经济比较好。比如说你看右边那个图，他就在讲到说退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金额，你看包括了多少？你看在2022年第3季跟2023年的第1季，全部都是呈现一个负数。负数的意思就是这些资金不断的去撤离到中国。那也就是因为包括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中国自己本身的外销订单减少。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外资在撤离的情况之下，也会把这些中国的资产相关的处分掉，所以呢，种种撤资的行为就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所以他们说，人民币在过去2023年以来，竟然已经贬值了5%。那贬值了5%，除了这些相关的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外销订单的减少，以及自己的外资在撤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原来就是中国自己本身不断的去跟阿根廷、跟俄罗斯去签订这一种所谓的货币互换，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因为这样子而增加了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一个供给量。所以这些国家在不断的出售人民币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人民币的汇率是从离岸市场开始崩跌之后，然后带动了自己在岸市场的一个价格。所以他们就说，现在从2005年人民币可以相关的管制开放之后呢，现在的人民币已经是历史上第2低的。他们兑换历史第2低，历史第2低，最低是去年。我就已经不懂说。照理讲，因为他上次第一次我要去出口，我要去抢我的出口，
对我要强化我的出口，所以我让它人民币有意的贬值。可对这一次中国明明已经要去稳住你的人民币，为什么你还喋喋不休？搞了半天是你的人民币现在国外太多了，对国外太多，你已经不能控制了。大家大卖的状况下，你只能跌了。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非常荒谬。他们就说以前人民币因为不能这样自由的在国外，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种程度上反而让人民币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对，就现在你因为要自己去推了，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推了一个跟其他国家货币互换，结果无形之中，你知道它增加了多少供给量吗？包括以阿根廷来讲，这个真的是太好笑。阿根廷在2020年的时候呢，跟中国签订了一个他们一个额度高达1300亿人民币哦，就说我们两个国家，我们两个可以彼此用这个那个货币互换啊，交易可以用这个货币啊，所以呢额度高达1300亿元。到了2023年，甚至把这个额度拉高到1650亿元人民币，两国的贸易可以最多用1650亿元人民币来进行交易。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第一季明明两个国家进口跟出口整个贸易总额才320亿人民币，但他说我这个2023年的整个上限1650亿人民币我已经用完了。你钱用去哪里？对啊，就搞老半天。阿根廷他也用跟俄罗斯同样的一招，他拿他的那个人民币到市场上去换美金，然后或者是呢拿美金再来去换其他的，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的一个经济给弄好。包括你知道他们现在最新宣布，阿根廷的财政部宣布说，我们要拿相当于27亿元的一个美元的人民币来进行偿还给 IMF 这个国际相关组织。当然，这是他们阿根廷财政部自己宣布的。IMF 这个国际货币组织到底要不要接受他这样子的一个还款计划还没有确定。但显然来讲，阿根廷也一样是进行这样的状况，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金额超级好笑，他就说了，我跟你讲，我人民币呢这个利息才1块多。1%多，但是呢，如果是用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率的话呢，52周期短期债务的殖利率是5.27%，他拿来这个套利就好啦。所以简单来讲，阿根廷是拿完全不值钱的 peso 来换成人民币，再拿人民币来去买美元，来为自己来进行护盘。好，另外玉凤。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法国现在暴动。我们讲马克龙不是一直去拍中国马屁吗？等于说对中国示好吗？就搞了半天，他现在法国暴动了。法国暴动才想，法国到底出什么问题？法国原来现在负债这么严重，法国原来现在经济这么糟糕。对，我们来讲到这个17岁的少年被警察打死之后呢，开始有很多陆陆续续的暴动出来。一开始的暴动就是抢超市，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连东西都没得吃啊，所以他们就抢进了超市。抢进超市之后呢，就开始抢邮局，然后 ATM 也被爆破掉，然后甚至呢，到最后他们非常愤怒了，就是你们外国观光客都来买什么？买 Louis Vuitton， 买 LV， 所以呢 LV 也被打砸抢，直接冲了进去。然后年轻人说自己没有鞋子穿，你们用一些潮牌的鞋子，一双鞋子要1-2万的1-2万的台币啊，所以呢球鞋也抢了进去。现在来看，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整个法国一路蔓延开来？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穷了，他已经火烧燎原，全国都有了。对，已经全国都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它债务占比的 GDP， 在过去来讲的话，有一条线大概是60在这边。60是什么概念呢？60就是说，欧盟设定的，你的全国的这债务呢不能超过60，因为欧盟是一个很大的 unit， 大家都要比照办理。但是呢，它从上来之后呢，法国棒冲到了将近120，多1倍。对，它的债务是比它的 GDP 超过了112%，等于说你根本是赚的不够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来讲的话，有很多的年轻人过得很惨。马克龙上任之后，让法国负债这么多，对，负债这么多，而且呢没有看到经济有任何起色的一个情况。好，现在来讲，整个移民政策被大家来诟病。很多的在这一次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的烧抢砸，然后呢，很多的这些年轻人呢根本就无家可归，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上街头的这一次大概有3000多人，其中呢去打砸那个图书馆被逮捕的大概都17岁，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无家可归啊。很多人是住在哪里？住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里面。那你废弃的学校里面有没有水？有没有电？都没有啊，大家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来讲，一个暴动，啪
其实就是一个点火的一个因子。点火下去之后呢，大家全部都把这个很郁闷的气给烘起来。烘起来之后呢，你短期之内根本不可能来压抑。你说他平常对有这么多睡在街头，睡在街头，甚至呢，这些人根本就是无家可归的。在过去来讲的话，你很难想象法国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之都，但是很多人根本就是无家可归。